手表最初只是看时间的工具，慢慢演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，现在又随着处理性能的提升和通信技术的发展，变成了最接近人们获取内容的窗口。越来越多的功能被加入到了手表中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考虑购买一只智能手表。所以这一期我们给大家带来目前主流的智能手表横评。这一次参与对比的手表有 Apple Watch 5、华为 Watch GT2、三星 Galaxy Watch Active 2以及小米手表。4款手表中 Apple Watch 5最贵，3000多块钱，基本上就是一部国产旗舰机的价格了。另外3款手表都只要1000多，苹果的价格贵了1倍还多，所以在某些方面肯定会更好一些。苹果手表系列也算是最成功的智能手表了，所以这期咱们硬着头皮也要加入贵得多的苹果手表一起对比。欢迎大家收看本期小白测评，我是塑料普通话的张宇，不客观真体验，小白测评，我们马上开车。4款智能手表中，华为和三星是圆形的表盘，苹果和小米是圆角矩形的表盘。圆形的表盘看起来更像是传统手表，美观自然，也符合人们对于手表一以贯之的印象。但缺点就是顶部和底部显示的内容会有裁切。圆角矩形的表盘能够显示更多的内容，但是在整体美观程度上不如圆形表盘好看。苹果的还好，表面是 3D 玻璃，圆润的金属壳体给人一种很柔和的感觉。而小米的手表设计的就要方正多了，虽然说表面也是 3D 玻璃，但是壳体四周的金属切得直上直下，是个男生女生戴显得就有些过于方正了。手表毕竟不是获取内容的主要工具，所以圆形和方形在内容的显示上对于实际使用中的影响并不大。有多少人会在手表上看视频看小说呢？4款手表的按键都在右侧，华为手表在外壳上有时间刻度，搭配橘色的表带，运动范十足。小米和苹果都有可旋转的表冠，有人说小米的外形抄袭苹果，但是你看苹果 S5 整体要更圆润一些，二者表带的拆卸方式和背部的设计也都不同，只是它们俩恰好都是圆角矩形的屏幕，都有一个可以旋转的表冠而已。三星 Active 2设计的最简洁，只有一个不锈钢脸盆加一个 3D 保护玻璃，只有一个不锈钢壳体加一块 3D 保护玻璃。4款手表的表带都是可以更换的，华为、三星、小米它们仨都是用指甲抠一个拨片取下表带，苹果 S5 是按下一个按钮取下表带。猜了几下，苹果 S5 换表带明显方便多了呀。智能手表和普通手表的区别就在于它有一整套的操作系统。4款手表中，苹果 S5 搭载了最新的 watchOS 6.1， 小米手表搭载的是基于谷歌 Wear OS 的 MIUI 4 Watch， 华为 GT2 搭载的是自家的 Light OS， 三星手表搭载的是 One UI 手表版 1.5， 正好一加一个。在最基础的操作逻辑上，小米和苹果都有表冠，在大多数界面时都可以旋转表冠来选择项目，但是小米的这个表冠调教的明显没有苹果成熟，比如说内置的地图不支持缩放，查看运动记录时也不能翻页，而苹果的又可以缩放又可以翻页。但是苹果也并不是什么都好，比如这个操作逻辑就有问题，应用内右滑可以返回，但是却不能右滑返回到菜单，也不能从底部上滑返回到桌面，不对，是表盘。你既然下面的按钮是打开后台程序，跟 iPhone 一样，那为什么操作逻辑又和 iPhone 上不一样呢？如果你说怕误触的话，那小米和华为怎么就可以呢？应用界面的右滑都可以返回到上一层，并且使用体验也不差。而三星无论是滑动还是点按都不能通过屏幕返回，因为上键就是实体的返回键，所以只能通过按键返回。通知方面，小米和苹果都可以直接在手表上查看微信消息并进行回复，小米的通知栏消息也会和手机同步，如果手机有广告弹窗，手表上也就一个不落。三星手表虽然有应用市场，但是并没有微信，而华为手表更进一步，连应用市场都没有。苹果手表的应用商店做得最好，排版精美，应用众多，基本上主流的软件都可以在里面下载，但是有些软件不支持独立运行，需要配合 iPhone 使用。Apple Watch 5在系统动画上处理的也很精细，比如说切换表盘时的动画，打开应用的过程，让你从手机过渡到手表几乎没有割裂感。而小米手表基本上就是个小号的手机，应用商店非常全，能在手表上听新闻、看地图、查找微信最近联系人，甚至还能打 QQ 电话，功能最丰富。三星手表上面也说了，虽然自带应用市场，但是应用很匮乏，主流的应用基本上都没有。华为的手表并没有应用市场，所以你是无法安装第三方 APP 的，但是手表系统自带的一些第三方软件，比如说支付宝，还有没有了，只有一个支付宝，其他都是系统程序。很多人用智能手表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，那就是支付。华为 GT2 仅内置一个支付宝就足以说明重要性了。小米手表不仅支持支付宝支付，还支持微信支付。苹果手表支持 Apple Pay 和支付宝，三星只支持支付宝。其中苹果手表是直接使用支付宝余额付款，而华为、三星和小米的手表都是需要绑定支付宝，往里面预存一些零钱，都是离线支付。当然苹果手表也可以离线支付。表盘咱们就不细说了，每家都有很多种表盘可以更换，单个表盘还可以自定义很多个组合。但是华为 GT2 有部分表盘要收费，3到6元不等，看了一下都是第三方团队开发的，下载量从几十到几千都有，看来只要表盘好看，收费照样有人买。
此项增值服务建议其他厂商可以考虑考虑。智能手表和智能手机一样，充一次电能用多少天，决定了最基础的用户体验。天天给手机充电就挺烦的了，再加一个智能手表，真的就是给生活难上加难啊！苹果手表用户这里不要打我，我没有说你们。4款手表中 ，Apple Watch 5的电池容量最小，仅有296毫安时，这还是大号的，小号的只有245毫安时。果然是苹果官方荣誉出品。然后是三星的340毫安时，华为的 GT2 455毫安时，小米手表最大570毫安时。续航最差的没有悬念 ，Apple Watch 5正常使用基本上1天1充，刚好可以和你的 iPhone 一起充电，它们每天都可以团圆了。其次是万没想到的电池容量最大的小米手表，正常只能使用2天左右。三星手表正常使用3到4天。最让我们震惊的是华为 GT2， 在我们整个测试周期中没有充过1次电，苹果手表都充了3次了 ，GT2 还有1大半电。刚开始我看到官网宣传说能用2周，感觉肯定是在吹牛逼，结果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功能越多，续航越短；功能越少，续航越长。充电方面，苹果和三星都是无线充电，你看大厂就是大厂啊。什么都是独家协议，跟手机上不通用。华为和小米是触点接触充电，手机上的快充大战并没有蔓延到手表上，4款手表充满时间都在2个小时左右。不过给手表充电经常都是晚上睡觉前摘下来，一充都是1夜，所以手表上的充电速度快慢真的没有手机上这么重要。不过你要是非要上快充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啊。这么说我有点期待 OPPO 的智能手表了，65瓦，想想都很兴奋啊。苹果和小米手表没电关机之后，按下按钮还能显示时间，小细节处很用心。而华为和三星的手表则是关机了之后就真的彻底关机了，建议平时再带一只普通手表。4款手表都有扬声器和麦克风，都支持接打电话，但是来通知时扬声器声音太小，有时候听不到，所以震动就很重要。4款手表中 Apple Watch 5的震感最舒服，甚至感觉就是 iPhone 的震感。看一下载机，我操！它真的往手表里塞进去了一个有一半电池这么大的横向线性马达，手表这么宝贵的空间竟然不都给电池，给了一块这么大的线性马达，你活该续航这么差。不过这震动的感觉真香。小米、三星、华为的震感也都说得过去，其中小米的震感最好，看来还没有人敢在手表里放转子马达呀。很多人买智能手表最大的动力和最多的用途就是要健身运动，这4款手表不管前面的功能丰不丰富，全部全面，但是在运动方面看起来是一个比一个专业，各种运动项目要啥有啥。这次我们特意跑到了室外进行实际对比，先进行跑步测试，4款手表都带有独立 GPS， 能离线记录。跑步过程中，三星和华为手表默认开启了语音提醒、距离和心率以及配速。对比一下跑步测试结果，4款手表都准确记录下了跑步的轨迹，虽然数据有一些差别，但是差别都不大。除了必要的基础信息之外，三星还能在手表上看心率、时速曲线以及运动轨迹，小米和华为都能看到心率曲线、配速曲线、步频曲线、海拔曲线。而在 Apple Watch 5上，你什么曲线都看不到，所以你只能连到手机上，发现依旧是没有曲线。可能苹果觉得曲线不够直观吧。然后是骑行运动测试，我们连续骑了35分钟，绕了沙湖公园1整圈，来对比这4款手机的准确性。结果是这4款手表竟然是出奇的一致，距离都是8.4公里，对比了下骑行轨迹也几乎一模一样。其他方面基本上和跑步测试时的情况一样。再说一些其他功能，苹果手表上有 SOS 功能，只需要长按侧边按键就可以呼出来，报警、火灾或者是叫救护车，同时还能看到医疗急救卡，里面可以记录一些你的身体健康状况，在发生意外情况时能为你提供宝贵的救援时间。Apple Watch 5还有一个1赫兹屏幕刷新率的功能，在你不方便点击手表屏幕时，也能始终显示时间，耗电也并没有增加多少。三星手表也支持紧急呼叫 SOS， 只需要连按3下组件就可以给预设好的联系人打电话发短信。华为手表有血氧饱和度测试，可以测试血液中的氧气含量，如果低于正常值，手表会提示你。另外在辅助功能方面，小米手表、苹果手表、三星手表都支持无障碍模式，就是把屏幕显示的所有内容阅读出来。这些就是给视力不好或者是盲人使用的功能。左右横滑是返回，连续点击2次是确定。小米和苹果都是语音清晰、断句完整，并且声音听起来也很舒服。但是三星的手表和语气就像是几年前的人工智能，没有一点感情。Bixby 的声音这么甜，为什么不用呢？你好，我是 Bixby， 和你一样，业界颜值担当。而华为 GT2 暂时没有无障碍功能。其实上面对比了这么多，我们把这4款智能手表分成了2类，一类是以华为、三星为代表的实用派，没有这么多附加的功能，简洁的菜单，超长的续航，不需要有天天充电的烦恼，但是缺点就是没有这么多功能，算是智能手环的增强升级版。另外就是以苹果、小米为代表的功能派，不方便拿手机时，能在手表上回个微信，看个登机牌，听个新闻，看个地图，叫个滴滴，甚至还可以在手表上打个 QQ 电话。尽管有些功能在手表上体验并不好，还不如在手机上操作方便，但是不管你用不用，我全都给你了，简直就是小号的手机，而且还可以控制家里的智能家居，所以在功能性和生态方面，小米和苹果完成的更好。
如果你只是想单纯的记录锻炼、心率、看时间等等，不想要这么多冗余的功能，受不了天天给手表充电，想要超长的续航，那么华为 GT2 是最合适的选择。如果你是 iPhone 用户，并且不差钱的话，那就不要考虑了，直接 Apple Watch 5，续航差就差了点吧。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，大家都是一天一充，所以你心里平衡了吧？但是你不想花钱又想要很多功能，那么小米手表是最佳的选择。作为小米的第一代手表，成熟度就已经这么高了，虽然说续航翻车了，但是在这个价位段，我觉得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。三星的手表咋说呢？有应用商店，结果没有主流软件，功能没有苹果、小米多，续航又没有华为强，处在中间的位置，不上不下，有点尴尬。智能手表不是手机的替代品，它只是扩展内容的窗口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跟大家聊到这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，在里面你可以直接进入到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，并且每天都有最新的科技数码圈资讯推送。小白优品 APP 也正式上线，在里面你可以买到各种物美价廉的电子产品，扫码可以直接下载。我是塑料普通话的章鱼，希望这期视频能对大家起到帮助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下期视频我们还在规划中。